小相公，小相公。相公，是给我的。原来是在做梦啊！我最近是不是太累了？清风两袖，一左一右后一点，藏满心事的孤简，温润带笑的容颜，偏在这暗香一语成流连。传闻还是敷衍，在经过之后终于或是初见，维持一愿，他站在无尽的世间，守着回忆的光年。当灵魂停止蔓延，该去何处寻人面？那看似无情的语言，铸成记忆的诗篇。光阴到头终有时，不如一如既往千载执念。老板，我从老家给你带了很多特产，很好吃哦，你快尝尝。你是不是带的太多了？我可以一起吃嘛。雄黄，这不是我带的特产，是我刚刚在路上碰到一个和尚。施主且留步，看你气色晦暗，印堂发黑，恐大祸将至。贫僧赠你一包雄黄，保你平安。老板，你说奇不奇怪？雄黄怎么保平安？防蛇吗？拜托，这个蛇都在冬眠，好吧？不过说来也巧，我的长辈也说过类似的话。孩子，你要记住，千万不要摘下这块长命锁。为什么呀？你呀，在24岁那年会有一场生死大劫，带着这块长命锁才能保平安。可我马上就要25岁了，也没见着有什么事儿啊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？那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呗。你是不是奇怪我不信诅咒却带着这个长命锁？因为这是我妈妈的遗物，我带着它也不过是带着一份祝福。老板，你脖子没事，好长的伤痕。除了那包雄黄，你还有没有收到什么奇怪的东西？啊？比如一把伞。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从老家翻出了这把雪白的油纸伞，漂亮吧？怎么了？这伞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不是普通的油纸伞，而是白蛇伞。白蛇伞什么意思啊？
你听过白蛇的传说吗？听过呀，修炼千年的蛇妖与人类书上的爱情故事吗？你别告诉我这是他们结缘的那把伞。就算传说是真的，这伞这么新，也不可能是千年前的东西吧？非也。古时候要制成一把油纸伞，前后要经历72个步骤。这把伞整体严丝合缝，没有一点现代工艺的迹象，确实是古代的东西。哦，只是用的材质非比寻常，所以过了1000年，依旧如新。哦，那这么说的话，是不是会有美女蛇主动来当我女朋友？恩公，若是好事，怎会有和尚无缘无故送你雄黄？什么意思？那不雄黄跟这有关系？白蛇真正的结局并不浪漫，那个声称爱她的男人，娘子在端午那天骗她喝下雄黄酒，导致她法力大减，被镇压千年。啊，这个版本的白蛇也太惨了吧！这1000年间，白蛇受怨气蒙蔽，失去了理智，只知道负心人是这伞的主人，谁打开了伞，谁就是伞主人。他现在是回来报仇的。什么？老板，你开玩笑的吧？不过幸好除妖师对他下了咒旨，让他不能忘海生女，但一切孽缘都是因为那一次借伞导致。因此你要记住，千万不能把手中的伞借给任何人。还在下雨。白蛇已经盯上你了，你自己多加小心。再过2天就是我的生日，不会真的要出事吧？下班了还不去吃饭？是你啊，春哥，吓我一跳。找我干嘛？这不是要陪主任到分院开会吗？你帮我把这些表填了哈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对了，伞借我一下。啊！现在这把伞已经是你的护身屏障了，如果你主动抛弃它，白蛇就能伤害到你。就是说，我不能主动把伞借出去？白蛇千变万化，你谁都不能相信。不行，不能借你，我一会儿出去还要用。小气鬼，真是没良心。算了，我打车去。抱歉了，就当我是神经过敏吧。表哥。哦，学长，你的文件。啊，叶浅浅，你还没下班啊？谢谢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感觉他今天怪好看的，而且还叫我学长。平时不是一直叫师哥吗？雨好像下大了。学长，我忘了带伞，能不能借你的用一下？对不起啊，小叶，这伞也是我跟别人借的。这样啊，反正我就住在龙腾小区，挺近的，跑回去算了。小叶，你怎么咳嗽了？感冒了吗？扁桃体发炎而已，已经好了。还咳着就不要乱来了，等雨停了。那，我送你回去吧，反正也不远。那就麻烦学长了。我说的都是真的啊，学长很受欢迎的嘛。没有，我老单身狗了。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突然握我的手？学长，你累了吧？不如我来撑伞。
不用了，我来称就好。啊，你看，你家是不是到了？是到了，辛苦学长了。嘿嘿，用同一把伞就不算借伞，我真聪明。嗯，不过女孩子的手在冬天都会这么冰吗？哎，师哥，过来吃点吧。啊，小叶，你怎么那么快又回院里来了？啊，我一直在手术室里啊。我刚才送回家的是谁？官人，你逃不掉的。老板怎么一晚上都没回来？小伙子，这家店的老板还没回来。馆长，你也来找老板？是啊，我前天给他送了个乌金鼎，然后他就送客关门了。我还想问他那个鼎有什么蹊跷呢。这么说，你也不知道老板去哪儿了？啊，哎呀，既然他不在啊，我改天再来吧。嗯。我的伞，小伙子，能不能借你？欢迎下次光临。啊，谢谢你啊，小伙子。下雨了。喂，陈哥。哎，兄弟，你明天25岁生日，我订了个轰趴馆陪你跨0点庆生，够意思吧？让你第一时间收到生日祝福。哎，对了，叫上老板一起啊。喂，先取消吧，我有点事。什么事儿啊？哦，是不是要跟老板单独去吃烛光晚餐？都不知道老板什么时候回来呢。啊，老板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跟你说，我真的被白蛇缠上了，他居然变成我身边的人来骗我。是吗？你很怕他吗？当然了，那可是千年蛇妖啊，谁不怕？哎，不过你回来我就放心了。你想让他生死道消吗？也不用那么惨了，只要他不找我报仇就行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没吃早饭。我也没有。伞给我，我去买点吃的。哦，好。谢谢。不对，你不是。你起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1000年，我终于等到今天了。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蛇妖！夫人，你为何要害我？真的有蛇妖啊！我是欺瞒在先不错，但你我夫妻恩爱多年，可有假？若是不假，你为何伙同出药师，骗我英雄皇朝？若是不假，你为何要叫我把你收服？你怎么会心里这些？星星之态，令人作呕。今日也是你的死期。原来我24岁，真的有生死大劫。白鹿，放。你为何要来拦我？既然你记得我，那你又怎会认错他？把伞还我！是我的。
得尽快让他冷静下来。看好这把伞。退后，白鹿，清醒一点。很清醒。这是那个书生留下的。你明知道是他害我，差一点我变得化龙了。情节难度，但白鹿，再等1天，你就能得到解脱，不必在世间游荡。先等等，白鹿姑娘，伞里有封书信，看，我读给你听。白鹿，当你听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应已是一抔黄土。那一年端午时节，我受除妖师蒙蔽，以为娘子被蛇妖附身，才背下那壶雄黄酒。我满心以为，只要除去蛇妖，自可保娘子无虞。待我醒悟之时，为时已晚。更想不到，除妖师竟将你扒皮抽骨，镇压在佛塔下。我侍奉在佛塔前，几十年后才有机会将伞带出。但娘子神魂早已不复，我悔之晚矣。此后余生，我终日对着那古雨皮浑浑度日，最终将其制成了油纸伞。时常会回忆起曾经，娘子所历苦楚皆因我而起。我无能与你感同身受，更无颜奢求你的原谅。若娘子能前来索命，我的心也能安稳下来。今日长觉昏沉乏力，想必是大限将至。娘子，我有负于你，只盼还有来生。我愿偿还所有罪孽。那个书生在几百年前就去世了，这应该是他留下的遗书。死了！荒唐！偿还罪孽，你偿还得起吗？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相信你？不，我要当面问清楚。不管天涯海角，我一定要找到你，当面问清楚。哦，抱歉，险些伤及无辜。哦，我没事。伞给我。哦，这把伞本就是你的，自该交还于你。多谢，弄破了你的赤龙符，真是抱歉。你之后作何打算？我会继续寻找他，但从今往后，这把伞掌握在我的手中，必不会再失去理智。也好。那位，便是你一直在寻找的人吗？嗯。可惜帮不上你，我的时辰到了。你们以前认识？你有什么事要人家帮忙的？他曾经是我师父养的药圣，原本只差一步就能化龙，
可惜了。回来了。那个白鹿他走了吗？老板，你受了伤，走，我带你去做检查。不用了，我没事。真的吗？我不要紧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老板，我的世界观崩塌了。怎么了？书生害了白鹿，还将他剥皮抽骨。传说中美好的爱情，怎么变成恐怖故事了？是吗？可我知晓的故事版本，一直是这样。什么？不应该是西湖美景三月天，春雨如酒柳如烟吗？啊，老板，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。或许不是童年的缘故，而是现实与记忆总有些这样那样的差别。自己的记忆还能和现实有出入吗？我不相信。喂，春哥，你记不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一起看新年烟火？我们两个人看着烟花绽放，触景生情，哭得不能自已。什么？春哥说他只是傻眼，从来没触景生情过，合着只有我在自我感动？无妨，根据所思所想加工自己的记忆，这是人性的本能。你还记得有一个类似的心理学概念吗？曼德拉效应。人们有时候会对某一事件出现与事实不符的虚假记忆。你说的没错，是曼德拉效应。是啊，记住美好的瞬间，忘掉回忆中的瑕疵，这也是人性的本能吧？哦，你有什么想要记住或忘掉的东西吗？当然有了。刚刚那巨蛇直愣愣地朝我冲过来，实在太可怕了，就忘掉。不过看到老板跳出来救我，还挺感动的。这一段就勉为其难的记住吧。干嘛？我可是在夸老板呢。走吧，回雅舍。梦流连，心何处？不发一言是归无。花落归根，尘归土。不知一生后归路。又道古往今来，缘起之意。